我现在面前的呢是三星刚发布的他们全新的折叠屏旗舰三星 Z Fold 6以及 Z Flip 6的全部颜色。另外，我还拿到了黑色版本的那个小戒指啊，我已经戴了2天时间了。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一起开箱。这款和这款呢，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开过了啊。今天呢，我们先把它们2个拿出去。那么我们就先开台粉色吧，我看已经很多同学很期待这个颜色啊。当当，整个左侧的面板都是一个粉色，然后侧面边框也是粉色。我先给大家撕膜，这个膜就是很干脆就撕下来了。哎，大家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我们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这个粉色从我目前上手来看，其实很接近白色，就粉白、粉嫩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再来开箱一下这款深蓝配色。哎，哦，这个深蓝色它很像我们用的那个钢笔水墨水的那个颜色。这款蓝色它反光性很弱，我给大家在不同的角度看一下这款深蓝色。今年三星在后盖上统一取消了三星的 logo， 将它转移到了转轴这个位置，看到了吗？深蓝色侧面边框长这个样子。我把这款和 iPhone 15 Pro 的蓝色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大家就能感受到我说的三星对于光线反射的那种克制了。几个大家关注的环节和升级点，我快速过一下。我们先说 Fold， 第一，厚度啊，这一代 Fold 减薄减重。三星的折叠屏呢，在厚度上它肯定不是最薄的，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三星从安全角度不会在厚度上有很激进的追求。Fold 6目前的厚度呢，其实和 OPPO 大折叠是接近的。第二 ，Fold 6的外屏除了峰值亮度升级到了2600尼特，还升级到了全天候显示屏，大家可以把喜欢的照片、图片作为壁纸，谁上班的时候不喜欢看刘亦菲啊？第三，极圈极搜的速度和搜索结果的准确性提升。我现在打开极圈极搜，然后它不就让我开始搜了吗？比如说我现在就画这个，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它是以一个卡片浮窗式的了，之前是在 S24 Ultra 上会把整个屏幕缩小，然后卡片从底下抬上来，而在折叠屏上它会以一个浮窗显示。我觉得折叠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适合极圈极搜的功能。这时候就可以点击到这个百度百科里来直接查看，除了搜人之外，我们还可以搜一只小猫，这样它就搜索出美国短毛猫。第四，三星的折痕几乎每一代拍视频我都在吐槽啊，日常呢是不影响使用，但是横向对比一直都是最明显的。今年三星终于改善了折痕，存在感呢是有减弱的，不同的位置角度给大家对比一下。第五，我认为最好玩的就是除了延续 S24 Ultra 上一系列的 AI 功能，这次新增了一个涂鸦生图的功能啊，我给大家玩一下，随便在这儿画一个小狗啊，比如说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在这里涂鸦生图啊，它需要先选中一下这个对象，好，生成哦，我选的是动漫图像啊。哎，看到了吗？它会按照你刚才绘画的这个大概的轮廓和样式生成一张很可爱的小狗。哇，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我们这种手残党来说非常有用啊。我是想画一个大佛的啊，我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出来。有素描，有水彩，有拟真。我们这次呢就不用动漫了，好不好？我们用一个水彩来生成一下。哇，我觉得这个画的好棒啊！它虽然说没有识别出我这个大佛脑瓜上的这个一个卷儿啊，但是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增加了一些莲花而微笑的表情。好了，同学们，哎呀，见证奇迹的时候要到了，我来看一下啊，先来个水彩的吧，好不好？感受一下，它识别出了类似的一个信号塔，对不对？包括它背景的这个水啊、图案呐、背景的这个楼啊，我再换一个风格，拟真，看一下效果。这个效果好棒啊！我觉得它是识别出我想画的是什么东西了，但是它并没有把东方明珠的这个照片直接套用过来，再替换成一个素描的风格。你看，它肯定是识别出我是想画的电视信号塔了。如果大家入手了 Z Fold 6或者 Z Flip 6，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自己画一画。第六， Fold 新增虚拟游戏手柄，这个位置用户可以自定义不同游戏的键位以及数量，
从而实现像游戏机一样的上屏游戏、下屏按钮。不过，因为这个按钮啊都是数字形式的，所以初上手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操作，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我曾经提到说三星的铰链是我用过最有质感的。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三星的这个开合角度有多夸张。第二个，出色质感的核心原因就是铰链在转动时候它没有虚位，其他几家大厂它的折叠屏旗舰几乎都存在着虚位。什么是虚位呢？就是当我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办法固定，会被弹簧推回来。这个是华为，这个是荣耀，这个是小米，这个是 OPPO， 这个是 vivo。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三星。你会发现三星的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稳定悬停，质感就是靠这些细节所堆积起来的。然后我们开始开 Flip 啊，先从这款小黄开始，当当。这款黄色呢，就是有一点鸡蛋黄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颜色呢，有一点点继承了三星前两代那个偏月光白的那个淡黄色，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哎，这一次镜头模组外边这个小圈圈，你的机身是什么颜色？这个机身的小圈圈就是什么颜色。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绿色。哎，这就是绿色，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这款应该就是我们之前那2年很流行的那种奶绿色，对吧？侧面边框呢也是个浅绿色，然后它的镜头模组大家看也是一个绿色的小圈圈，给它进行这个角度人生的第一次弯折，三星的 logo 露出来了。哎，我现在呢把开箱过的这几个颜色先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颜色，灰色是吧？1、2、3，当当，这个颜色跟 Fold 那个银色是有一点点像的，我给它拿出来。这一款呢是 Fold 它的那个金属银色，这一款呢是 Flip 的金属银色，它们两个几乎是相同的。从我目前来看啊，现在我把这4个配色都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集体对比啊。如果让我个人推荐的话啊，第一可能还是蓝色啊，我觉得蓝色真的是一个非常百搭、非常通吃的颜色。第二个我可能会推荐这个银色，这2个颜色如果2选1的话，我可能会先推荐绿色。黄色怒夺第4名。视频的第2部分说一下 Flip 6几个升级改变点啊。第一，续航提升了，续航从3700毫安时升级到了4000毫安时。实测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有弹幕啊，5代1小时耗电 8%，6代1小时耗电 6%。第二个，屏幕提升了，终于增加了原彩显示啊，可以根据环境光自动去改变屏幕的色温。第三，主镜头升级到了5000万像素，实现2倍光学画质的变焦。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这个 Flip 它拥有了超广角、主镜头和2倍长焦3颗镜头。第四，铰链稳定性提升了，就是5代的时候 Flip 铰链是有虚位的，而6代更加紧实。第五啊，也是全功能的 AI 啊，这次 Fold 和 Flip 还支持了一个内外屏实时翻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呢，如果我在这个 Flip 上开启这个功能的话，我说的话会以日语的形式直接传递在这个位置，所以呢，你们就可以2个人直接通过内外屏来进行沟通。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最近的麦当劳在哪里？大家看到了吗？你说的话会以外屏的形式直接传递给对方。大家记不记得电影《真爱至上》里边科林费斯有一段，就是他演一个英国的男士，然后爱上了一个葡萄牙的女孩，对不对？他们2个因为语言完全不通，只能互相去猜。如果那个时候有这种实时翻译功能，可能2个人就更早的走进了彼此的内心啊。第6个也是最好玩的那个涂鸦生图 ，Flip 也是支持的。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使用体验反馈啊，先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这一次发布会上呢，还发布了手表、耳机，这个耳机是支持自适应降噪的啊。三星这个不是索尼那种根据动作啊走到哪儿自适应，它更接近于苹果那种根据环境声音进行自适应降噪啊。我回头有机会用一用，再跟大家详细分享。好了，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